那我们上周视频说到，从技术层面来看呢，市场短期之内大概率会出现反弹。那这周美股和黄金确实都出现了一波不错的反弹。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问，是不是可以进场了？具体什么点位可以买？现在能不能追？那今天我就用一期视频完整的讲一下，当市场出现反弹的时候，短线应该怎么操作。那以后只要出现类似的市场结构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套用这个方法了。这里先强调一下，今天讲的是反弹加短线的交易逻辑，这个不是抄底，也不是长线的趋势操作。那我就用这周，也就是3月30号到4月2号的市场作为例子来给大家讲解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我们先来看前提条件啊，3月底的市场当中呢，出现了非常典型的超卖结构，指数上面呢呈现6点钟方向的垂直下跌，连续跌破所有的均线，中间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反弹和整理。那这种结构在技术上面通常意味着短期情绪释放过快了，价格呢远离均线系统，空头利润在短期之内迅速的扩大。那当空头的利润过大的时候，市场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，一种呢就是空头回补锁定利润，第二个就是短线的资金开始尝试接盘。那我们这个方法所应对的呢，就是这里的短期资金了。所以在这种垂直下跌之后，市场短期之内大概率会出现技术的反弹。不过这边要注意一下，这个不是说趋势反转了，而是下跌趋势当中的技术性修复，所以这个思路就不是抄底，只是寻找短线的反弹机会。那找反弹的时候，因为要快嘛，所以说我们一般看小时线，再短的线的话，会有些交易过于频繁啊。我们看小时线，周一的时候呢，它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上涨，而且伴随有相对于明显的一个买量，价格呢重新站上了小时级别的20 EMA，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出现了，说明它下跌的结构被打破了，短线的资金呢开始进场了。但是这个地方你仍然不能重仓，给大家画一下啊，就是这个地方你还是不能重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边的跳空上涨不是说趋势已经反转了，它只是说明有资金开始尝试的接盘了。那这在恐慌市场中呢是经常会出现的情况。如果说这里的反弹失败的话，它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的下跌，像是我们看这边，对，3月23号就出现这个情况。它这边跳空上涨，但是没有站住，整理过后出现了第二波的更加猛烈的下跌。所以通常在这种起涨位的时候呢，是建议开一个非常小的试错仓位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面呢，如果说市场开始反弹了，那我们可以逐步的加仓。但是如果说市场继续下跌的话呢，我们损失也非常有限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呢，就是它的整理结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在整理的时候呢，没有跌破20日的 EMA， 而且逐步的出现了下影线，这个就说明短期的资金仍然在支撑的市场。20 EMA 在本质上代表短期的资金的一个成本线。那当它整理完成之后，继续突破上涨的时候呢，这边就是一个我们的加仓点位了。所以说这一套的结构呢，就是下跌、止跌、反弹、整理、继续上涨，这是非常典型的短线反转结构。在这个结构下面，你加仓的这个点位会比你第一笔的风险要小很多。那我们止损呢，可以放在2个位置上面。如果说是你相对保守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个跳空缺口，然后设置止损线。那如果价格重新回补这个缺口呢，说明反弹的结构被破坏了，那短期的交易逻辑呢也就失败了。如果说激进一点的话呢，你可以放在前期的低点，也就是6361这个点位。那如果说价格跌破前低，说明市场没有形成反弹，而是继续下跌的一个趋势，2个都可以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反弹呢，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V 型反弹结构。V 型反弹特点呢，就是它上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短期的涨幅是比较明显，但是这种结构通常持续性不会特别强。那么因为市场在快速下跌之后呢，是需要时间重新建立筹码结构的，所以 V 型反弹之后往往会进入到整理阶段，而不是说单边的持续的向上涨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追涨了，而是可以考虑逐步的止盈。
那止盈的目标位呢，我们可以回到日线过来观察。在日线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200日均线的位置，这边的话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，因为200日均线是市场中期的多空的分界线。当价格从下方反弹到200日均线的时候呢，通常会遇到比较明显的阻力。周四周五我们也可以看到出现了2根上影线，并没有实际的突破200日均线。好，如果说不能在这边有效突破的话呢，就很容易再次回落，所以这里可以作为第一个止盈区域。那如果说它有效的突破了200日均线继续往上的话呢，上面一个压力位就是在这边6700的位置，这是一个更强的压力区间。我们图上可以看到，这边是50日100日均线，而且是前方的筹码密集区域，同时也是跳空缺口的下沿，这里相当于4重压力的叠加，突破难度是非常大的。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边止盈的话，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区间。那给大家总结一下短线反弹的一个思路啊，可以分5个步骤。第一个呢是出现超跌的信号，第二个，我们在小时线上面找到资金进场的信号，比如说放量上涨、跳空等等都可以。然后这个时候进行第3步小仓位的试错，参与市场。第4步比较关键的是看它的回踩，回踩确认之后，然后我们再进行逐步的加仓。然后第5步的话是去寻找关键的均线和压力区间进行止盈离场。再提醒一下，这个不是抄底啊，是短线的反弹交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需要买在最低点，而是等市场出现止跌信号之后，再参与一个短线的反弹。这样子的话呢，风险是比较好控制的，同时可以提高交易的成功率。这边需要说一下，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，你可能有50%的概率会不开心。因为在我们止盈之后呢，肯定会出现2种情况。第一个呢是市场遇到压力位没过去，然后出现第2波的下杀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开心，因为早早的把钱落袋为安了，赚到了。但是如果说市场整理过后继续向上，会不会懊悔卖早了，然后拍大腿，哎呀卖飞了，错过了后面的涨幅？我想应该肯定会啊，但是市场本来它就不确定嘛，没有人可以保证我每次都能卖在最高点。有的时候我卖了它涨了，但有的时候我不卖它又跌了，这都有可能发生。所以问题的关键呢，不是说要不要止盈，而是我们用什么交易系统来做这次操作。止盈并不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市场肯定要下跌，而是这个交易系统要求我们在压力位执行这个止盈的操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强调，这个是短线反弹的交易。短线交易的目标呢，就是获取确定性的波段收益。那当市场运行到关键压力位的时候，止盈它就是系统的一部分。因为短线交易的核心就是控制回撤的风险。如果说继续上涨，我们可以等到下一次回踩再参与。但是如果市场下跌的话，我们已经锁定利润了。那如果说我不仅想要做短线的，我也希望做长线的投资，吃到整体市场上涨的利润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逻辑就不一样了。因为短线我们主要就看技术结构就可以了，但是长线投资的时候呢，就要考虑到更加多的维度。比如说最近的市场地缘政治的冲突呢，会影响油价，油价同时影响到通胀，通胀影响到利率，利率影响到市场的估值。同时我们还要看行业周期、公司的基本面、现金流、竞争力、机构持仓等等的因素，最后才是进行技术面的分析。那在长线投资当中，如果说你是操作个股的话呢，除了以上的种种，还需要考虑到估值的问题。那我们查一个公司的估值水平呢，你可以直接在股票软件里面查，就以我现在一直用的陌陌软件为例子，然后你打入你自己有兴趣的公司，然后在分析这边就可以找到公司相关的一些关键信息了。比如说公司的市盈率是多少，那像沃尔玛这个企业的话，目前的市盈率是 46.08， 那行业平均呢是 41.91， 略微超过行业的平均水平。
总体来看呢，这个零售巨头目前的估值还算是比较合理的。这边还有个比较好用的，这边3个点点开来，我们看详情啊。像沃尔玛这家公司的话，行业分布目前是排名是第7的。然后这边呢有个股票对比，我们点开来，你可以把你感兴趣的股票放在里面，比如说好事多 Costco 或者是 Dollar Store， 因为如果经济下行的话，像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公司吧，也是蛮受欢迎的。这边你就可以对它每股的收益、市盈率、市净率这些指标进行一个对比做基本面分析的时候，这些工具还是蛮好用的。现在陌陌的话，新用户开户入金最高可以领$1000的英伟达股票，还有8.1%的闲置资金的收益。那即便呢，现在目前市场还没有到重仓的时机，也可以先开户入金，把这些奖励都拿了，点击我的评论区链接，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。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就是当市场出现反弹的时候呢，先不要急着进场，先判断这个是短线的反弹还是长期的趋势。如果说是出现短线的反弹的话，就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方法，就是出现超跌，然后资金入场，小仓位尝试，然后回踩加仓，最后压力位止盈。这个方法你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，除了我这边举例的标普500指数，像是纳斯达克100的指数 QQQ 也是一样的逻辑，黄金也是一样的，而且可以看到嘛，它在压力位之间确实出现了回撤。之后如果说想要做长线投资的话，就要进一步进行分析宏观、行业、公司估值，再决定是否要参与。短线的呢，我们赚的是波段的钱，长线赚的是趋势的钱。不同的系统呢，我们是需要做不同的交易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呢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有问题呢我们在评论区讨论。今天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